今天我们要讲的问题是，每一步都无比正确，可最后为什么却错得离谱？我不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但是我会从一个普通的视角，站在我的真实经历中，给出一个我自己的解法。如果把时间划分为两个部分，以 AI 为节点，我会把我的人生划分为前大语言模型时代和后大语言模型时代。我分别会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高中最后做数学大题或者物理大题的时候，如果被扣分，一般有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啥也没写，自然是1分都不会有。第二种情况是你写的基本正确，但是在最后一步可能因为什么原因算错了答案，这时候老师也会给你大部分的分数，比如说12分会给你10分左右的分数。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了，但是前面的所有步骤都是对的，这时候老师也会给你一半或者一半少一些的分数。第四种是最可怕的，你一开始就误读了题目的条件，使用了错误的公式，你写了兴奋，你吭哧吭哧写了20分钟半个小时，你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终于能做出高中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了，你很有成就感，但是呢，对不起，你一开始就把问题建立在了错误的假设中，你理解错了题目的出发点，所以1分都不会有。也许老师会因为你写了满满当当，给你那么1-2分辛苦分吧。学生时代，我们做题走偏了方向，最多是成绩单不好看。但是在真实的人生中，如果你拿着错误的题目，加上 AI 这个超级加速器，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现在要讲 AI 时代判断力的问题。也许我们都听过，在一些硅谷大佬的视频播客里面，或者是文章中，都有听过这个概念。AI 时代执行的成本已经被降到最低，我们更重要的是有判断力、有审美，知道什么方向该做，知道什么不该做，知道什么样的代码或者是成果是好的，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呢，这句话听起来已经太过于像共识了，我们已经默认它是对的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真实的把它与自己的经历中结合起来，也许你会发现这永远只是一个感性的概念，你没法让它指导你的人生实践。好，我们现在分享第二个故事，就是在2024年，我当时在复习考研数学，我遇到不理解的定理和不会解的题目，我没有死记硬背或者是放弃它，而是转头就去问了 AI，AI 无比耐心的给我解答，一步一步的帮我把一个简单的概念扩张发散到了只有数学系学生才会关心的定义的来龙去脉，甚至琢磨在这个熟悉的数学结构中如何去抽象出把它应用到更多的数学主题里面去。我在这种探究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多巴胺分泌带来的驱动力和兴奋到停不下来的颅内高潮。但是呢，考研是一场有边界的筛选，你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熟练的应用知识，运用你对概念的理解，获得尽可能多的分数。这需要大量的枯燥训练，而我并没有做。在这个边界之外，我借助 AI 做的发散性的学习的探索，是完全背离考纲的事情，这也是判断力缺乏的后果。假如没有 AI 呢，我可能早就放弃了考研，而放弃恰恰是正确的。AI 让根本不属于我的赛道上，让我多折腾了1年。所以说，回到这个话题，AI 时代的判断力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我一开始就判断好，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适合从事怎样的事业，在大学里面就提前做好对应的路线规划，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可是当时我的视野只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在卷绩点、卷考研，想要从事更好的职业，
想要有更好的职业出路，进入大厂，而我因此跟风花时间考研，失败之后我又从事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每天提不起劲，只为了赚取一份工资。其实这个病在缺乏判断力的病，在 AI 出现之前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但是 AI 时代放大了缺乏判断力的后果。更关键的是，写错高中数学大题，第二天成绩出来你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在真实的人生中，在真实的环境中，你是没有一个阅卷老师的。比如考研这种事情，你从备考到出成绩，差不多也有1年的时间，判断错了，你的反馈周期是以数年计的。而 AI 再也不当这个阅卷老师了，它只是负责帮你把答题卡写得更满、更工整。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觉得呢，缺乏判断力从来就不是 AI 时代的专属毛病，但是 AI 抹平了你走弯路时的摩擦力，用一种高效丝滑的方式消除了我们走偏路时应有的摩擦。它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它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而是它在用一连串无比合理的动作帮你解决了一个本来就不应该由你解决的问题。